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枪战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壕沟里面捡到一只破烂的 L14，刚好路过特利屋，剩余5斤。但我找到一只废弃的 L14，它被丢在壕沟里面。那这个 L14被操作很多次了，它遭受过核战，然后它的拉柄就断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仓库找到了一只10号的梅花扳手。这个呢，还能在你实战的时候呢，搞一点沙子进去，这样你就可以模拟世界末日卡弹的紧张感，不错吧？本频道由宝岛阵地现代战场场地提供，让对手完蛋就用 TBM BB 弹，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都有购买连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龙。今天我要来蹭一下这个黄标气枪人的流量。没事。好，今天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爱枪哈，这是我做的这个废土风的 L14。我都讲出 L14了，你就会知道这是怪怪的 L14。因为我的频道一直都是做比较未来的科技枪嘛，想说偶尔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，体验一下说，万一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枪战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壕沟里面捡到一只破烂的 L14，刚好路过特利屋，剩余5斤，刚好家里又有砂轮机、束带，哇天哪，你可以做枪哎！等一下我们那个什么特利屋有没有什么剩余5斤啊？那个你就帮我消一个字掉 ，OK， 对啊，因为我怕可能会有问题。而且我这还真的是特利屋买的哦，是啊，我这很多零件都是特利屋买的，几乎全部都是哦。本体的部分呢，我是用怪怪的 L14。我会选怪怪 L14有2个原因哈，因为第一个是你们也知道说怪怪这个 L14的上弹方式比较特别，它是有一个装饰弹夹的东西。那这个弹夹里面有10发，就跟真的 L14一样。那当我们打完最后一发子弹之后呢，拉一下，按一下，弹出来，我们就会换子弹。那再来就是它是瓦斯系统。那瓦斯系统的好处就是我们这个枪机就很丝滑嘛，像我们不是都会说这个 L14有这个什么 Crazy One Mini 嘛，就是这种动作的。对，就是这个。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，就是怪怪这个L14，其实它用的是马龟的哦，马龟的 VSR 的皮跟管，所以皮跟管是可以升级的，这是对于我们想要打准的人来说是有好处。那我们就从最前面枪管的地方开始好了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6分的梯形3通啊，还是带螺牙白铁的。那这个呢，在居家水电配热水管，尤其是大流量热水管是非常的好用。这个6分的梯形3通呢，我们就拿来做火帽，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坦克火帽的风格。如果看一下这个洞啊，你会发现这个洞好像有一点歪歪的，因为白铁真的很难钻，尤其是你只有手提电钻的时候，钻了这个洞花了我快1个小时。我们可以往后看到我们的鬼环准心，我觉得它鬼环准心听起来也很屌。它呢也是用6分的铁管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根准心，然后这个准心还是可以调的。再往后看呢，一样是6分的铁管，然后中间这一节因为铁管不够长，所以加了一个接缝。再继续往后，这个是我花了很久时间手工打磨的中木的护木那它其实是用3层夹板做的，所以3层夹板用白胶粘在一起再研磨。那这个护木呢也还是用火烧过，制造一些这种世界末日的痕迹。但是因为我这个下场没有很多次，我相信越多次它就会看起来越旧。再往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鬼环罩门，这个罩门呢也是可以归零的。我实测过时还真的打到人不过大概20公尺内。然后再往后呢，这边就有一个意境的接头，那这个接头其实就是盖着我们整个怪怪 L14的枪管，这里面其实还有一支外管，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也不希望内管悬空在这边，然后它会变形什么的，所以这其实是一支白铁管，里面放着怪怪的外管，然后呢被用环氧树脂给灌满了，灌得满满的。好，再往后，这个是原版的机甲。其实机甲我并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修改这就是原版的机甲，然后把木头部分拿掉。火控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外露的，在世界末日有可以用的火控就很好了。这个弹夹也是拿砂轮机把它给切空，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子弹放进去有很帅气的模样。有没有看到子弹了？不仅能获得帅气的外观，这个呢还能在你实战的时候呢搞一点沙子进去，这样你就可以模拟世界末日卡弹的紧张感，不错吧？这个垫片的部分呢，是因为原本的护木没有了嘛，所以就拿个铁片简单的代替它一下。怪怪的这个 L14其实蛮好玩的地方是，它的这个弹夹是独立的。如果你觉得说换这个小夹很麻烦的话，其实这个弹夹是可以单独卡进去的如果你有装满子弹的话，那是可以直接扣住，所以你可以做直接换弹夹。但是它打完没子弹之后还是会弹出来，所以这就是斟酌你们要怎么用。再往后呢，我们有我们的拉柄。那这个拉柄呢，我的故事设定是这样：让我找到一只废弃的 L14，它被丢在壕沟里面。那这个 L14被操作很多次了，它遭受过核战，然后它的拉柄就断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仓库找到了一只10号的梅花扳手。我们有一个很好用的拉柄。
这个螺丝还不会刮手，还有磨过的。再来看到的是我的瞄准器配置哈，这个是去朋友家挖宝的时候，我说这有个寂静眼要吗？他说不要，他就给我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资源。我使用这个2个 M 型的锁管的那个环，就把这距镜固定。这2个闪绳是为了避免距镜刮伤，然后同时你可以增加一点摩擦力，所以这距镜其实不会跑掉。当初在做这个的时候啊，我还蛮担心的哦。这个你们看到这是 L 型的，然后这是直接锁在这个墙上的。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锁歪的话，这是归零是归不到的？其实我也蛮庆幸为什么它归得到。它居然归得到零，我也是觉得蛮神奇的。可能会有人问说，这个歪边的距镜它能不能归到零？可以，它可以归到零。而且其实你从镜看出去的画面，这个弹道还是直的，它并不会说由右跑到左。其实这种小小的这种距镜距离的偏移，其实是对玩这种游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那这个距镜歪边呢，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子弹要填装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从这边填啊。所以你的滤镜一定得偏一边你才能装。你们看过有一些2战的游戏或是1战的游戏，比如说什么万加兰德狙击版，或者是像 Infield 的狙击版，它也是一样，就是会偏一边。应该主要原因我想应该是这样。这个镜子的好处呢，就是当我们在掩体的时候，我们出枪，你看哦，这狙镜在这边，这是掩体，那你看，我就可以只露出这半边，有没有？我身体都没有露出来，然后我就可以上膛，没有，非常的丝滑，这是瓦斯枪机的好处。那我们从这边看过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闪绳的握把啊，因为这个铁片其实很低，你要好握的话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类似皮革的东西，但是我没有皮革，所以我就用这个闪绳，而且我这个闪绳的绑法还是为了这个才去学的。再往下，你们看到这里有根铁管，这个铁管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，它铁管就是为了让这个握把更厚一点，所以我手才能抓紧。然后再往后一点，我们看到一个水闸，这水闸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玩过游戏叫做地铁2077，然后地铁2077有一个枪叫做 Valve， 然后它是狙击枪。我觉得很帅，所以我就这边放了一个阀门。这个阀门也不能关，因为实际上是有一根气管从这边穿过去。它是怪怪原装的气管，我只是把它插过去这个水闸。好，再往后，这是一个用这个角铁折起来的这个枪托，然后就是绕一圈回来。基本上该固定的嘛，像闪绳或者是这个束环，你要把它夹住。再往后这边就是怪怪原装的气槽，我没有去动它，这是原版气槽就长这样，所以看起来其实反而还更废土。再往后呢，我们就有一个好用的贴塞垫，这个贴塞垫跟刚刚这个护木一样哈。我是用同一块材料去做的，所以也是把它切下来磨一磨，然后呢锁个螺丝。这种东西就是你磨的越不均匀越好看，因为这样子才更显得你在很慌乱的地方做出这个东西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枪托垫，这个枪托垫就是我去正差5金买的这个软垫，切一切。这个其实是跟灌瓦斯有关系哈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边有切了一个4方形的孔，然后我们把这个4方形的孔拔掉，这边就有这个瓦斯注入口，在这里敲一个角度就可以灌得到了。这把枪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改装啦，因为这个其实本来就还蛮准的。刚刚我提到说，因为它是 VSR 的管跟 VSR 的皮的规格嘛，所以我就直接换枫叶皮跟枫叶管。枪机的部分，这里有个有看到有个出气孔，怪怪其实是用这个气孔去做出速限制。你们看到这里有个2.4，这其实就是2.4，就是这个气孔的直径。那所以为了提升一点它的出速，我有把这个拆下来，然后把它钻大一点，这样出速会拉高一点点。这把枪呢，其实下场有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怪怪的弹夹，它原本就给你附了3个，那这3个弹夹都有10发，所以总共就有30发。但是呢，你这30发呢，还有一个这个怪怪额外的填弹器，这个填弹器装满了也是30发。那它使用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这样卡上去，卡上去，你就压，这样10发就进去了。推回来，然后你就可以装上去用。所以其实我都在带个这个，加一加，总共就60发。那60发你其实打狙就很够了，超好用。这把枪呢，今天就介绍了差不多了。之所以会想要做这把枪呢，其实也是因为我玩了地铁2077，那我觉得说这种看起来东拼西凑的枪其实蛮酷的。如果你下场能打到的草木点更多，哪个铁管都打赢你。有人问说，这个下场被电枪压着打，根本没有火力啊！你的频道不是说恐惧源自于火力不足？没问题，我今天还带了另外一个东西，可以好好的消除你的恐惧。那这是 Well 的火神炮平方，它是2支火神炮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呢？火力双倍火力，即刻拥有每秒超过100发的速度。想象一下，每秒100发往你的脸上飞是什么感觉呢？那品质是我频道的一贯风格，所有东西都必须是毒牛式的。弹夹在握把的后面，镀牛。好，就像这样。我装电槽了。OK。空打你 OK 吗？空可以。OK。很破一颗，刚刚不是没有吗？先朝着，好，可以。
这个东西很快就会在我频道发表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黄标气象人先帮我们开箱一下，对不对？那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呢，别忘了帮黄标气象人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自己有一个频道叫做亚龙工作室，那也欢迎大家到这边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因为我就是来这边赚一点流量的。那要参加这个影片的呢，可以到下面黄标气象人的 FB、IG 问他一下，他是很热情的，就赶快问一下就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